大家好，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比特币或迎来最后一个利空，有可能主力会制造不跌反而上涨，包括周线这一张图表里面的时间知识，以及山寨币什么时候可以搞。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一张图表，上面红色每一个标出的位置都是美联储1年多以来每一次加息的位置，它后面比特币价格是怎么波动的。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也就是在22年的6月份左右，当时比特币已经来到 20K 底部下方，也是希望朋友们 20K 下去应该要去买比特币啊。然后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包括22年的6月份，或者是22年的7月份，以及22年的9月份，都是美联储加息最疯狂的时期，每一个位置加息都是75个基点的加，包括这个位置22年的11月份或者10月份左右，也是再加息的75个基点。然后我们留意一下，也就是这一年或者半年多以来，有几个加息放缓的位置，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你看到的利好，特别是散户看到的利好，有时候不一定是利好。就比如说当时在22年的12月份，美联储是加息只加了50个基点，因为上一次这个位置它加息都是加75个基点，那等于是美联储加息是有放缓的迹象。后面是有跟大家讲，你看到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要看空间来配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包括这个波段的高位，也就是 15K 底部脱离以后，来到25000附近，也是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但是它只加了25个基点，等于是加息进一步放缓加息的速度。但是高点的位置它不是利好，因为它在波段的高位，它后面价格也是跌回来，所以后面的行情半年多以来也是一直在观察，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非常大的利空。有一个利空就是当时硅谷银行有跟大家讲过，银行倒闭，比特币是它的对立面。传统的金融市场，银行都能倒闭的情况下，资金那要去干嘛？一个是黄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特币。所以有过前车之鉴，很多散户认为的利空其实不是利空，而且它在空间低档的位置。那这几个月以来，现在空间比特币已经跌到低档的位置，我也是一直在思考，主力有没有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利用某一个利空，比如说 CPI。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都知道9月13号，或者整个市场是不是都在等待9月13号美国的 CPI 数值，有没有可能会高于整个预测值的 3.6？ 因为我们要知道上一次CPI 的一个数值是在 3.2， 那这一次有抬高的迹象，是不是最近物价有反弹的迹象？到时候公布的数值会不会高于这一个 3.6 啊？我们再回到图表啊，可以去留意一下原油价格最近的走势是一直在涨，包括一些产油国也是在减产的情况下，导致这个原油最近价格是一直在涨。所以要联想一下，最近有没有可能 CPI它会不会出一个利空？比如说 CPI 公布的数字，如果是在 3.6 的情况下，主力是不是在利用这么一个契机，到时候制造一个利空，价格不一定会跌。所以我们身为散户，有时候要站在主力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比如说上一次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利好，也是在这一根当时美联储是上一次利率都是 5.25，然后在这一根的时候，它利率公布也是 5.25， 就是当天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但是价格反而是跌的。所以有没有可能，我的观点，这个位置尽量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整个市场最近这么萎靡不振，可能也是在等待9月13号，也就是本周三亚太时间晚上8点半要公布 CPI 数值。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图表，周线里面比特币 69K 到 15K 整波空头熊市趋势目前是已经突破，不过前面有跟大家讲过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看周线里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 N 型转折位置，就是这个 48K。 历史上有几个 N 型转折位置，比如说19年的这个底部脱离以后，它第一波上涨是直接把周线里面很明显的一个 N 型转折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0,000附近不过前面也有一个 N 型，或者这个位置 N 型，我就取一个中间值。我们去思考一下，
在第一波上涨19年是有这种形态，它从最高点你画一个时间拉到这一个低点的转折位置，这边不是有一个短线的转折吗？后面是遇到黑天鹅事件，我们先忽略不计，就是从这个位置去观察，它这边整理的时间，就是这一波整理的时间是180多天，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思考，这个趋势是已经突破了，但是时间是从这个点计算还是从这个点计算？我感觉有可能也是在10月份，不排除比特币会不会去往上突破。如果在产量减半之前能过这个 48K 的高点，到时候可能山寨币疯狂的牛市就要开启了。因为朋友们知道，我是记得当年在20年8月份以后，也就是这个位置，它第一波上涨如果是过了这个 N 型的高点，我们先不算啊，就是这个高点过了不算，后面是在20年的8月份，很多朋友都记得8月份到10月份以后就是山寨币非常疯狂上涨的位置。所以最近包括狗狗币昨天有一笔多大，也是有利润，昨天又止损了。那有一些朋友是在问到底山寨币什么时候可以搞，也有些朋友让我看一下一些其他山寨币的图形，感觉基本上趋势都是目前还没有趋势啊。所以我的观点，不然朋友们就尽量观察比特币到底100多天，目前是整理了，感觉100多天，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它会不会先突破这个 32K？ 如果是 48K 将来过了以后，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山寨币期货到时候我们可以进场去搞。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这100多天的时间，历史上也是有很多位置参考性是非常的高啊。19年第一波上涨，从高点到这个低点有明显的一个向上的转折，它是100多天。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也是一样啊。2015年如果从这一波底部，就是这一波上升第一波初步牛市上涨以后，我们从这一根下降的 K 线开始计算到这一根，它也是整理了180多天，然后就开启一波上涨。它是在这个位置直接就把整个14年到15年空头熊市很明显的一个 N 型转折位置，就是在这个高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把这个高点给突破以后还有压回，就是非常重要，可能是在3浪里面继续开多，像这种压回的点位或这种压回的点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这个时间180多天，我感觉是非常的接近啊。就目前的比特币，为什么这段时间一直在给朋友们唱多？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在看空，万一真的时间到位，比特币上去，最担心就是有些粉丝朋友到时候又在后悔。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就观察一下这个 25K， 要破早就应该破了，为什么时间横得这么长，到现在还是不肯跌破？所以我的观点，尽量不要去看空比特币， 25K 支撑是非常的强，它这个20的均线都已经拉下来了，也不排除是不是在整理这一个60的均线。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的势头线啊，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已经是有一次牛证，2次感觉要牛证，或者是又在测这个60MA， 已经2到3次啊。4个小时里面趋势已经开始走平啊，整个趋势已经开始走平，只要什么时候放量，不排除有可能会不会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